1970多代，我那个时代，在我们以前搞武士的时候，第一个印象给人家说你们就是黑社会。到了后期1990多年了，武士说中华文化，今天已经是大同文化。如果你问万盛行的话，我们万盛行的那个开始是在1986年。在1986年之前，如果你问我是做什么行业，我会跟你讲的时候，你不会相信的，因为我对这个所谓的制造这个手工呢，完全是零印象的。我本身是做农业，就是养鸡养猪那些种植。那有一次很不幸的就是被这个王蜂刺到。那当时大难不死过后呢，完全就放弃种植业，正式在1986年投入这个石头的行业。因为我现在是64岁，在我的童年的时候是黑白色、灰色的时代，然后就是看大戏。那时候我很不幸的就喜欢上了功夫，然后在新年间看过舞龙，也看过舞狮，那无缘无故就喜欢。武士能够成为一种文化，是因为它有一种精神。你没有那股精神，你不能够成为一种就是文化代表，或者是个族群代表。那今天我为什么要跟你讲大同文化？那中华文化只能够象征是代表一种中华民族的族群的活动，但是你要把它推向国际化去，你必须让大家去认同它，你不能够让它成为一种单一民族的思维。你要把所谓的一种这个不可以，那个不可以，这个不可以，那个不可以，有些修改。刚好1992年是个机缘，万盛公的龙狮队呢在香港比赛的时候呢拿了个冠军回来，我们有机会把我们的醒狮邀请马哈蒂来点睛。当然来点睛的时候就有很多仪式要做啊，要做这个仪式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受到很多的阻碍了。比如说他的宗教师就说：“哎，你的武士点睛又要拜拜那个，这个首相是一个穆斯林的回教徒，他不做这个的啊。”我们就很快就马上想到说：“哎，这个东西能够接受成为大同文化，就告诉宗教师说，点睛其实是一个形象的过程，是一种祝福。那你们要拜拜，我说不用拜，不一定在那个拜拜里面。”如果你觉得这个是一种宗教仪式的话，那我就干脆说，你可以请长老、回教长老来主持朗诵《可兰经》，来为醒狮祝福啊，可以啊。那么第一个就是我自己要突破我自己啊，我要去接受别人先。很多时候人说，哎，武士是中华的文化，不能够交给其他的人。那么我们不是的，我们为了推动在整个马来西亚，尤其是在马来西亚3大民族的国家，我们必须让大家拥有。那我们也知道，有很多时候人的私，这个思想的私，跟自私的私，都搞不清楚了。如果你当时还一直强调这个是宗教文化，今天我相信官方不会接受你的。但是你不要忘记哦，2007年高庄舞狮已经列为我们国家文化遗产了。但是今天中国也没有讲这个武士文化是中国遗产，而反而我们马来西亚已经做到了，这个就是另一种突破了。传统里面可以去创新，创新里面不要离开传统。你说现在有了高庄舞狮就会失去传统吗？那如果你是一个舞狮的人，你只会舞传统舞狮，你会舞狮，我没有否认你，但是你要更进一步的舞狮去做更好的东西，你可能做不到。但是可能有一天你做到了更好的东西，而且你忘了那个根，那你根本就一个很快倒的一个树。在马来西亚的舞狮，通常结婚就是办喜宴，开张也是件好事，新年迎接代表一种崇高身份，这些都是讲最好的，都要舞狮。现在包括有钱人搞错头，死人也要舞狮了。其实对还是不对，没有讲这个社会对跟不对的。你既然去做了，一定你有他的一定的。那有一些人就说：“哎，我是搞社团的，我管你什么，只要你有钱给我就做。”已经不尊重自己的自尊了。那么你说没有经济里面，我还是说用尊重会比较好啊。很简单的，比如说现在我提这个脚，
在基本上踢脚没有什么东西，经济上也没什么东西。但是我说，哎，你这样踢脚是没有礼貌。我们象征着想想，如果我是这个师，我头上有角，你拉着我的脚，我会高兴吗？我不能够讲说哦，因为你这样什么天神啊、地神啊、什么神啊，不要去讲那个。说没有经济里面有经济，你说有经济里面，你应该把它撇开。生于斯，死于斯，我们要知道忠于国家是怎样。那我在艺术上的忠，在于团队里面我要忠，我才能够把大家团结起来。我引用了8个字，当作是龙狮传承的一个精神基因。这8德的单字就是忠，忠心的忠，正气的正，毅力的毅，啊，只有恒心毅力的力，勇敢的勇，智慧的智，诚意的诚，和气，然后就礼貌。所以忠正义勇智诚和礼，在这个社会里面，我们也能够经过舞狮来融入这个社会，去做一种教育。这个是今天我们要做的。